在网上常看到一句话：起心动念皆是因，当下所受皆是果。我们做人做事，种下了什么样的因，就要承受什么样的结果。做人失败，多数都因为狂傲自大；做事失败，多数因为太过贪心，遭到反噬；经营家庭失败，多数因为家人不和，充满怨气。一，人败皆因狂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。近日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，一个广西的精神小伙为了成为网红，在派出所门口撒泼，录制视频，口气极其不屑，叫嚣民警来抓我呀，小老弟来嘛。这种行为属于公然挑衅司法。结果民警快速给予了回应，来了。可想而知，小伙如偿所愿，他被公安机关依法传唤，以涉嫌寻衅滋事依法处理，并进行行政处罚。在新闻评论里，也有网友霸气留言：小老弟被抓了继续装牛啊，老实了。这则新闻事件乍看让人哭笑不得，不禁想到，怎么会有这么狂妄的人？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？事实证明，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有许多人做人做事对自己没有正确认知，这种目中无人，心中没有敬畏之心，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狂妄态度，必然会给自己招来祸端。最近在抖音上看到了这样一个视频，一名男子穿着警服，冒充警察拿走商家东西，在被群众质疑服装上的名字与自己不符时，他还嚣张地说：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骂你都是好的。随后他甚至对质疑的群众大打出手，结果被执勤的消防战士制服。俗话说得好，做人与做事千万别太过，保骨总弯腰，智者常温和。行走人世间，低调总没错。我们生活中总有一些人对自己没有清晰的认知，高估了自己的能力，在与人相处时目无尊长，心无他人，太过自大和得意。做事时高高在上，姿态狂傲，没有分寸，没有敬畏感。不管外界的现状，行为上为所欲为，态度上唯我独尊，狂妄的表现得不到尊重，反而会让一切走向失败。二，事败皆因贪。镜花缘里有句话：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时而不见钓。意思很简单，人总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而看不见其中的危害；鱼总是只看见钓钩上的食物，而看不见钓钩。人世间许多事情都是利害相连，祸福相关的。见利忘害，因利致害，求福的祸，这也是常见的现象。郑州市民小赵是211院校毕业的一名女研究生，拥有着高学历和高颜值。小赵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擅长理财的优质男，双方有了好感，加了微信。对方向小赵表示自己善于理财，小赵毫无戒备之心，便按男子指示操作，向网站投了500块钱，立马就赚了50块钱。他认为这种投资见效快，利润高。然后小赵就陆续投了104万，结果杀猪盘出现了，网站打不开了。小赵才意识到自己为了眼前的小利被骗了。我们在努力生活时，坏人也在偷偷盘算着如何骗人。别期待天上掉馅饼，踏踏实实走好脚下的路，做好眼前的事。别老想着一步登天，想要得到什么，必先自己付出汗水。庄子说：贪财而取威，贪权而取节。财富是人社会价值的一部分，但不代表所有。依靠智慧和努力打拼的财富是正财。起了贪心，人性常会动邪念，一念起，一念落，起了邪念，危险就会随之而来。一个人贪得了人世的便宜，但最终还是会吃天道的亏。三，家败皆因怨。林肯曾说：亲人不睦，家必败。我的一个同学，他原本生活在小康之家，家里多个超市主要由母亲操持。后来母亲病逝，儿女便各自经营。父亲对家事不管，对财产也没有明确分配。为了儿子的债务，父亲把母亲计划要分给2个姐姐的超市卖掉了。姐姐们只能另觅他处做生意，对父亲此举非常不满。每次传统节日，
家人都要聚集到父亲家里。但话不投机，常为房子分配的事埋怨和争吵，每次都不欢而散。严重时掀桌子、摔椅子都是常有的事。母亲去世3年后，整个家族败落一空，儿女们把家里余货拿的拿，卖的卖，本来很红火的日子日渐衰落。正是应验了周希陶的那句话：父子和而家不退，兄弟和而家不分。本来一个好家庭，因不和睦，互相抱怨而走向败落。我表哥表嫂上个月离婚了，表哥指责表嫂唠叨，对孩子太严厉，总是吵架。表嫂抱怨表哥不关心自己，对孩子纵容，下班后总是喝酒，回家不做家务，倒头就睡。表嫂实在忍受不了免费保姆般的日子，坚决离婚。如今2个孩子跟着表哥都辍学在家。指责和抱怨是家庭里的隐形炸弹，如一把无形的尖刀，把伤害狠狠地刻在人心之上，无法抹去。成功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互相尊重，彼此相爱。失败的家庭各有不同，怨在不满，败在不足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4. 种什么因，结什么果。世间万物都有定数，人若太狂妄，心就不平，路也变短；人若太贪心，欲念就多，事就难成。家里怨气重，一个屋檐下难有和气，也难收获福报。人这一生总要经历风风雨雨，做人做事经营家庭都要谨慎用心。人败皆因狂，事败皆因贪，家败皆因怨。谦恭做人，合理做事，有爱持家，才是圆满人生的根本。惊人的因果定律，人品不过关的人熬不到最后。古人说：德薄而位尊，智小而谋大，力小而任重，先不及矣。道德素质不高的人，就算一时半会做到了要风的风，要雨得雨，但是不能长久，到头来反而会酿成灾祸。生命是一场轮回，祸福相依，祸福互换。因此你不要相信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的伪道理。人品不过关的人是熬不到最后的。5. 被你踩的人也会踩你。踩着别人往上爬似乎是不错的主意，一方面可以体现自己的利用别人的能力，一方面可以让自己鹤立鸡群。看过房子的结构，你再去看人生。那些基础牢靠的房子能够屹立在风雨里，那些有底气的人不惧怕各种污水。人生就像一棵树，想要茁壮成长，就要向下扎根，而踩着别人往上走的人，一开始就动摇了根基。当风雨来临的时候，就扛不住了。唐朝宦官于朝恩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。有一天，于朝恩故意在百官面前显摆自己，讲《易经》的学问，还变着法子羞辱学者王进、元载。元载没有反驳，使劲忍着，还挤出了笑容。于朝恩私下对人说：“笑者不可测也。”大历5年，唐代宗提拔元载当了宰相。从此，元载不动声色地收集于朝恩做过的坏事，最终绊倒了于朝恩。令人难以接受的是，元载得势之后，骄傲自满，与宰相王进一起大肆敛财。唐代宗逐渐对元载产生厌恶之心，收回他的权力。元载最后被赐自尽。宋代词人宋祁点评：即命于道，盖自取之也。看起来很糟糕的结局，其实是自己创造的。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梯子，才能走到高处，才能去摘取高处的果实，但是梯子必须是牢靠的。还有，你需要一些帮你扶住梯子的人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就先学会帮别人扶梯子。孔子说过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踩人不如抬人。当你抬举的人多了，你也会拥有众星捧月的人生格局。6. 心存恶念的人，终究事与愿违。俗话说：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很多人以为做一点点坏事是没有关系的，甚至会有一种错觉，坏坏的男生才有人爱，坏坏的样子是很酷的。恶念虽小，但是可以演变成恶行。
做一件恶事，就要做100件好事去改变形象。还有一种结局，就是做再多的好事，也不能掩盖恶事的后果。在《太平广记》里，有一个关于汉武帝修行的故事。汉武帝从小就很喜欢道术，并且非常有灵气。有一天，天上的仙女王子登对他说：“西王母看你多次去3山5岳祈祷，又勤奋地追求精神境界，因此西王母打算亲自来看你。”在某一年的7月7日，西王母请汉武帝吃了仙桃，还送给他《太仙真经》等修行的书籍。同时，天宫的上元夫人也来助阵，送给他一些修道的方法和书籍。汉武帝心想，有了2位大仙作为后台，修炼成仙的事情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了。可惜的是，汉武帝消耗大量的钱财修建宫殿，还残忍地对待南方北方的一族以敌，导致百姓很有怨气。所有修行的书忽然消失，他的愿望也随之不见踪迹了。有一句土话，恶从胆边生，也就是说，一个人有了恶念，就会有天大的胆子，然后一步一步让自己变成恶毒的人。一个不能控制恶念的人，想要做什么事情都是虎头蛇尾。想一想，每天都心神不宁，学习不是学习，工作不是工作，吃饭不是吃饭，睡觉不是睡觉，杂念和生活搅合在一起，无形之中就毁掉了事情的根本。如果你想要好的结局，那么越是在苦难的时候，越要坚持做好人。不管多穷，都不要去得不义之财，还要积极的帮助别人。7. 你不放过别人，自己也会难受。作家麦家在《致父信》里写道：“父亲，你一辈子给了我很多，我想最后再要一点，要你一个清醒的笑容，一个确凿的认可，一声安慰，一声原谅，一个父子情深的拥抱。可你没有，父亲，你就那么走了。”出生在农民家庭的麦家非常不理解父亲，为什么父亲那么暴躁？为什么自己常常挨打？因为各种不理解，他有17年的时间不和父亲说话。但是后来他懂得了父亲，因为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，难免会有忍不住的火气，难免会有顶不住的压力。理解父母，这是很多人生命里的一道坎。虽然我们会赡养父母，但能够从内心深处懂得父母却是很为难的。事实上，当你不理解父母的时候，自己也很难受。唯有和父母握手言和、拥抱的时候，才会释放掉难受。以此类推，你对谁有仇恨，内心总是记得他的丑陋，那么你的内心就有仇恨的种子在生根发芽，时不时涌动出来钻心的痛苦。放过你的对立面，就像推倒了一堵墙一样，人生就豁然开朗了。诗经有云：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只要堂堂正正做人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高山，都可以变成一道风景。坏的人品就像眼睛里的一粒沙，好的人品就像海里的一滴水。选择人品就是选择命运，成就人品就是培育硕果。有人说，心软事事难，心狠事事顺。当下社会，若是一个人太柔软了，总是不好意思得罪人，更不敢翻脸，那么就会处处受到制约，难以成事。这是很多人的惯性思维。反过来看，那些心狠的人混得如鱼得水，各种为难自己的因素都会被排除，就是兄弟姐妹之间也敢于算计，吃不得半点亏。农村有一句谚语：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世上财主一样狠。任何事情一旦过度了，祸害就来了，人性的丑恶面暴露无遗。因而在我们心狠的时候，一定要把握尺度，想到因果定律，否则吃亏的人是自己。要记住，你做过的一切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身上。8. 查找别人的把柄，鸡蛋里面挑骨头。若是你想尽办法去挑剔别人，一定会发现别人的缺点，毕竟人无完人。明朝官员邱顺在做行科给事中的时候，下属方廉送给他5两银子，人情往来也无可厚非。但是邱顺为了体现自己的廉洁，把方廉揭发了，并逼着嘉靖皇帝给出答案。方廉被罢官了，但是嘉靖皇帝因此瞧不起邱顺，认为邱顺小题大做。过了一阵子，嘉靖皇帝找了一个理由，说他不团结同事，工作不得力等，就让他丢官回老家去了。原来你在挑剔别人，别人也会挑剔你。
你把对方当成眼中钉，对方不一定能奈何你，但是你的行为会让周围的人很不顺眼。你戳一戳我的痛处，我戳一戳你的痛处，这不是抓住细节，而是抓住别人的把柄，彼此在找麻烦。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说过，自己的思想愈卑劣，就愈要挑剔别人的错。挑剔的时候，一个人的眼睛里会露出不怀好意的凶光，会让对方察觉到不友好。人际关系不能带着放大镜去看，否则处处都有灰尘。狠心挑剔别人，找别人的岔子，就是毁掉了自己的格局，败坏了自己的人脉资源。久而久之，自己也会被他挑剔到体无完肤的程度。学会包容别人的过错，不揭露别人的丑陋，自己的格局大了，人情互动就顺了。9. 拒绝社会的善意，你会被社会孤立。老话说，世上还是好人多。我们要相信，社会再糟糕，仍旧有美好的一面，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。把社会上的人都当成恶人，都狠心拒绝，这是不对的。嘉靖年间，官员邱顺被罢官之后，带着一家老小回老家，生活非常寒酸。他搬家的时候，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一箱旧衣服，一捆书。同僚们看到他如此清廉，开始同情他的遭遇，并且想办法帮他渡过难关，起码要解决一家老小的生活费问题。当地的县令为邱顺申请了免税政策，还建议朝廷收集邱顺拒绝贿赂的事实，把他拒绝的贿赂数额当成纳税的凭据，以此来冲抵。没想到邱顺认为帮助他的人让他丢了脸。到了万历年间，有人向权臣张居正举荐邱顺，事情没有办成，邱顺内心就有了怨气。帮你忙的人不管有没有办妥，但是这份心意是值得我们感动的，要牢记对方的恩情。若是你以对方帮忙的效果来衡量善意，那么你注定会失望。当你把帮忙的人视为不怀好意的人，那么你在社会上是站不住脚的。谁都不笨，不愿意重复上演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，我们都愿意做农夫，把狼捆在袋子里，还抡起锄头。有一位女演员说了这样一段话，坚持自己的观点只会让自己更痛苦。你不跟别人交流，坚持自己的观点，你会发现没有人帮助你，把你孤立了，反而你更痛苦。坏人会为难你，好人会帮你，但是这两种人都不被你喜欢，那么你自己也会很痛苦。被孤立就会势单力薄，还会感受到社会的寒意。学会感激好心人，伸出手接纳好心人的帮助，并且及时回报，顺势而为才是做人的根本。10. 对别人落井下石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古人说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当别人落难的时候，应该帮一把，看看对方是否有挽回的余地。就是对待小人，也应该有包容的态度，起码给对方一次改过的机会。可是重新进入官场的邱顺却很反常，看到张居正落马了，马上活跃起来，持续弹劾了和张居正很要好的几位官员，然后成为了给张居正抄家的带头人。张居正在荆州的家被毁掉了，长子自尽，儿媳求死不能，80岁的老母亲也被折磨，被牵连的人很多。更可怕的是，邱顺在去荆州之前，把张居正的老家的门窗都封起来，导致张家的人饿了很多天，10几人被饿死。邱顺年老时，人生的恶果出现在儿子身上。长子云章嘉靖44年中进士，任深州知州，25岁时便死于任上。次子夭折，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老无所依，他也郁郁而终。人这一生还要积德积福，留下德行给子孙，否则会败坏家风。随时要记得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，不要因为自己的猖狂就损害了家庭的形象。歌德说过，十全十美是上天的尺度，而要达到十全十美的这种愿望，则是人类的尺度。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，人要狠，但是一定不能太狠。不要追求狠心的事情也能达到10分完美，而是松一寸，保持3分余地。不挑剔别人，看顺眼了，你的格局就大了。不拒绝善意，学会感恩，生活的环境就美了。不落井下石，给人机会，退一步海阔天空。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，不要逼到角落里去了。兔子急了也会咬人，何苦呢？
在深入探讨人性的复杂性和生活的因果关系时，我们不仅仅是在反思过去，而是在为自己的未来铺设一条更明亮的道路。通过理解人败皆因狂，事败皆因贪，家败皆因怨这一古老而深刻的道理，我们被提醒着，生活不仅仅是关于个人的成就或失败，更是关于如何以一种健康、平衡的方式前行。真正的智慧并非来自于书本或理论，而是源自于我们对生活经验的深刻洞察和自我反省。它教会我们要在自信与谦逊之间找到平衡，在追求与满足之间找到和谐，在个人利益与他人福祉之间找到连接。这是一条不断学习、成长和超越自我的旅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一次失败都不应被视为终点，而是成长的催化剂；每一次成功都不应被看作是自满的理由，而是前进的动力。让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生活的教育，珍惜那些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完善的经历。愿你我都能明白因果定律的真谛，用智慧和爱心去种下美好的因，收获幸福和和谐的果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